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要聊一聊，就是那些外国朋友，他们到底为什么对火锅这么疯狂？你知道吗？有人就是吃完火锅连汤底都喝了，有的人甚至直接穿着围裙回酒店了，就真的是对火锅爱的深沉呐。对，就是火锅的魅力真的让他们欲罢不能。对，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些有趣的故事。咱们第一趴先来聊一聊，就是那些初次见面惊掉下巴的火锅初体验，就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火锅的时候，到底有哪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反应？就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他第一次见到火锅，他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好新奇啊，然后他会盯着那个锅子看半天，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会是这样吃的？还有人会问说，哎，那这个东西是让谁来煮啊？就他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自助的东西，对，他就会很惊讶。这画面想想都觉得有趣。还有就是他们会对那个芝麻酱特别感兴趣，有的人就直接拿那个芝麻酱拌饭吃，然后还有的人就是看到那个毛肚啊什么一些内脏，他就会很好奇，但又有点害怕，还有的人就是会用那个筷子夹那个食物，就会夹半天夹不上来，最后就直接用手抓了，就被烫得呦呦叫。你说他们第一次吃到辣的火锅的时候会有什么夸张的表现？就有的人他就是很自信的点了一个超辣的锅底，然后第一口下去他就整个人就五官都皱在一起了，就舌头都麻了，就赶紧灌一杯水。还有的人就是辣的都已经眼泪出来了，还在那笑啊，就是那种又辣又爽的感觉。甚至还有人就是直接辣到在饭桌上跳起来了，就一边哈气一边说好辣好辣，但还是停不下来，再夹一筷子。还有的人就是把那个酸梅汤当成了蘸料，然后一口下去表情立马就变了啊，大家就会哄堂大笑。你说很多外国人第一次吃完火锅之后会有什么让你意想不到的举动或者是想法？就有的人吃完他就真的是赞不绝口，就说这个是他吃过最奇妙的东西。然后有的人甚至说就是因为这个火锅他爱上了中国的美食。还有的人就是他走的时候还特意要了那个火锅底料，还有那个围裙，就想要把这个味道和这个记忆都带回国。这热情真的太可爱了。不过也有的人就是挑战太辣的锅底，然后第二天肠胃就抗议了，就说下次再也不敢了。但他们还是会跟朋友分享说这个是一个不可错过的体验。就这种又爱又怕的感觉真的让人印象深刻。咱们来聊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爱到疯狂为火锅做出的那些奇葩的事情。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国外的网友或者说这个网红，他们在挑战火锅的时候有哪些让人笑出声的场面？美国有一个网红，他就是直播挑战成都的最辣的火锅，然后他就是那种一口下去就辣的他跳起来哈气狂灌豆奶，整个直播就是他的表情管理失控。他还甚至还拿那个火锅汤悬赏，说谁能喝得下去，就这都成了一个网络上的一个热梗了。就他那个辣到蹦跳的那个瞬间都被做成了表情包，在网上疯传。我天，这画面真的太有画面感了。还有就是那个瑞士的那个朋友，他就是海底捞，他光蘸那个芝麻酱就可以吃一碗米饭。然后还有就是英国的那些留学生，他们就是太想念火锅了，他们就自己去买肉，买了肉之后，那个肉店老板都好奇说你们这是要干嘛？他们就说我们要吃火锅。那个老板后来就甚至主动帮他们切好肉，还跟他们一起吃。就是火锅的这个魔力真的是让他们做出了很多奇奇怪怪但是又特别可爱的事情。你有没有见过就是那种外国朋友在吃火锅的时候有一些特别让你想不到的举动？比如说有的外国朋友，他就是太爱那个味道了，他就直接端起那个火锅汤就喝了，然后辣的他就是到处找水喝，或者说他就直接把那个菜拿起来就用手抓着吃了，就他已经顾不上什么筷子了。还有那种更夸张的，就是他吃完之后他还要把那个围裙要带走，就那个
火锅的那个香气还在他身上，他就特别开心。他们真的太投入了。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人就是一边吃一边在那儿发社交网络，说什么我的屁股在燃烧，然后还有那种甚至有外教，就是说我要为了火锅留在中国，就他们那种就是完全投入、毫无包袱的样子，真的让人觉得火锅的魅力真的太大了。哎，你觉得为什么火锅会让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彻底的疯狂，做出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因为火锅它本身的那种热烈和它的那种包容性，让大家都忍不住想要去参与其中。对，所以有的人就会挑战最辣的锅底，有的人就会把各种奇怪的食材都混在一起吃，还有的人就是会用各种搞笑的方式在社交网络上面分享自己的这种体验。所以就是火锅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美食的狂欢，对，就大家都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它的爱，所以就会产生这么多奇葩又可爱的故事。我们这一部分就来聊一聊这个火锅的魅力到底是什么。对，就是这个特别想问，就是这个火锅的这个文化层面的东西为什么会让这么多外国朋友着迷？就是我觉得火锅本身它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就它是一个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热热闹闹的分享食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它特别容易让外国人体会到那种中国的那种热情好客的氛围。对，就他们会觉得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就很像是跟家人朋友在一起聚餐的感觉。对，这个确实是，就是火锅的这个氛围确实很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没错没错，而且现在很多火锅店在国外它也会加入一些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它的装修会有一些中国的元素，然后包括它也会有一些变脸的表演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古筝的演奏啊，让大家在吃饭的同时还可以体验到中国的传统艺术。甚至有一些外国的朋友他们会专门去学这个火锅的一些菜名用中文怎么说。对，就他们会觉得吃火锅变成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你觉得为什么火锅的这个口味和吃法会让这么多外国朋友一吃就停不下来？我觉得首先就是火锅它的味道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对，就它的那个麻辣鲜香全部都有。然后特别是对于那些吃惯了西式食物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味觉体验。包括它的那个辣，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整。对，有的人他就是为了挑战那个最辣的锅底专门去的。确实，这种互动感确实很难在其他的餐饮形式当中找到。对，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选自己喜欢的食材、你的蘸料，大家还可以一边吃一边动手。这个对于喜欢新鲜体验的外国人来讲，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有趣。甚至他们会把这个不同的食材的组合当成一个小游戏。对，就是大家会去比赛，说谁能搭配出最好吃的一口。你觉得为什么火锅会在全球范围内都这么受欢迎，就变成一个大家都欲罢不能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就是我觉得火锅它其实是一个各地的饮食文化的一个桥梁。对，就比如说在一些穆斯林国家，它会有专门的清真的火锅底料。然后在一些欧美国家，它会有一些用当地的牛肉或者是一些新鲜的海鲜，甚至它会有一些就是把他们本地的一些食材和中国的传统的吃法相结合。对，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本地化的创新。这样的话确实让更多的人可以去尝试。对，然后再加上就是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就是有很多网红或者说很多这种美食博主，他们会去拍自己吃火锅的一些搞笑的瞬间，就会让这个火锅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潮流。再加上它本身是一个高性价比的东西，又可以让大家
很热闹的在一起聚餐，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家庭都非常喜欢的一个选择。食材认知大乌龙，就是外国朋友他们到底是怎么看这些火锅食材的？哎，我特别想问，就是你有没有见过他们把火锅底料当成什么直接吃了？太有画面感了，真的有，因为那个火锅底料它不是很多都是那种方块状的吗？对，然后又红红的，有很多香料在上面，所以他们就会直接把它当成一个什么零食就塞到嘴里，就下一秒就五官都拧在一起了，就开始猛喝水。这画面我想想都想笑。对，其实这个背后就是因为很多外国他们的一些浓缩的食材确实是可以直接吃的，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火锅底料的包装上面又没有一些多语种的说明，所以他们就闹了这个笑话。那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加印一些实用的提示了啊，避免大家再把底料当巧克力吃的。你觉得外国朋友第一次看到毛肚啊，看到这个鸭肠啊，看到这个猪血这些东西，他们通常会有什么反应？其实他们会觉得这些东西很新奇，就是毛肚、鸭肠这种东西，他们会觉得很新奇。然后有的人会勇敢的尝试，但是像毛肚的话，就有人会说吃起来像橡胶，或者说像踢屎，就它的这个口感让他觉得很奇怪，形容太形象了。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鸭血啊、猪血啊这种，他们会觉得有点难以接受，但是也有人就是会骗他们说这是豆腐啊之类的，他们吃了之后觉得还挺好吃的。但法国啊或者是澳洲的朋友，他们就是看到这些东西还是会觉得有点害怕，不敢下筷子。对，其实背后就是大家的这个饮食文化的差异在作祟。你有没有见过外国朋友就是在火锅桌上把一些完全不搭的东西丢进锅子里的？太多了呀，就比如说他们会把这个三文鱼刺身直接就丢到那个辣锅里面，然后还有人会把猕猴桃啊、把这个芝士还有法棍都丢进去，甚至还有人把肯德基的薯条都丢进去，就是他们觉得好像万物皆可涮，听着就像黑暗料理大杂烩。对呀，然后就是他们这种大胆的混搭，其实也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是好奇，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火锅到底应该怎么吃，其实还是有点模糊的。他们就会经常会出现这种就是中西合璧的这种创意吃法，但其实也挺体现出大家对于这种新的食物的探索的热情的。然后咱们来聊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调料和吃法上面的一些趣事儿了。那这个我就特别想知道，外国朋友在吃火锅的时候，关于调料最容易闹什么笑话？就是他们会把那个火锅底料直接当零食吃。对，因为那个火锅底料它看起来花花花的，然后又很方，很像那种巧克力或者说像那种蛋糕之类的东西。对，所以他们就会直接啃完之后就辣的不行，就整个脸都皱在一起。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真的很搞笑。对，然后就是不光是这个，他们还会有人会把那个牛油底料抹在面包上吃，还有人就是把那个汤盛到碗里，大家像喝酒一样碰杯。就因为他们很多外国的一些浓缩的调料确实是可以直接吃的，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产生这种误解。现在其实也有一些多语种的说明，或者是一些趣味的教程已经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外国朋友在调这个火锅蘸料的时候，跟我们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习惯？有啊，就是比如说他们会有的喜欢把那个花生碎啊、蒜泥啊、海鲜酱油啊，甚至有的还会加一点韩国的那种大酱，对，就是各种东西都混在一起。然后有的人还会直接就用那个桌上的所有的调料都混在一起，对，你调出一份很奇怪的蘸料，听起来像是在做实验。对，就是他们其实习惯就是自己去随心的搭配出自己的口味。那他们看到我们这种种香菜、种蒜泥的这种传统的蘸料，他们也会很好奇，想要尝试。对，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个当成一个体验中国味道的一个冒险。对，你觉得外国朋友在吃火锅的顺序，或者说一些吃法上面，会有哪些让你意想不到的操作？比如说他们有的人一上来就会先喝一口那个锅底汤，对，然后还有的人是把那个底料块直接就扔到嘴里当零食吃，还有的人是甚至他会把
这个什么米花糖啊，或者是一些点心啊，直接就扔到那个火锅里一起煮，就它会完全跳出我们的这个常规的流程，真的是五花八门。对，而且就是一桌人，他可能就会各自为政，有的人就只吃菜，有的人就只喝汤，然后有的人就只吃那个底料，大家就可能会把这个火锅吃成一个大杂烩，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顺序，也没有一个大家统一的吃法，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可以自己探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入第3个部分了，就是这个挑战辣度的搞笑瞬间。对，就是外国朋友他们遇到这个辣火锅会有什么样的让人忍俊不禁的反应？就是最经典的就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的说，哎，我能吃辣，我能吃辣，然后结果第一口下去，表情立刻就扭曲了，就五官都皱在一起，有的人直接就跳起来了，还有的人就是在那一边哈气一边转圈，就像在跳一个什么奇怪的舞一样，就很搞笑。光想象那个画面我都想笑。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会一边就是辣的已经眼泪都出来了，然后还一边在那儿不服输的说，哎，我还要再吃一口，但下一秒可能就已经抓起那个饮料猛灌了，甚至有的人就是直接就被辣哭了，但他们还是会坚持说，哎，我要挑战这个辣度。对，就真的是那种又菜又爱玩的那种精神。你觉得就是外国朋友在挑战这个辣火锅的时候，他们会有哪些特别的自救的，或者说特别的互动的方式？他们最常见的就是自救的方式，就是一把抓过那个豆奶或者是可乐就猛灌，甚至有的人是直接把那个冰都倒进嘴里，还有的人是把那个香油碟当救命稻草一样的就是蘸进去，还有的人是竟然还有撒糖的，就是各种奇怪的偏方都有，听起来像是在发明新的火锅战术。对，还有就是他们会一边辣的已经不行了，然后一边还要就是跟那个服务员或者跟那个本地人就是较劲。比如说有一个美国的网红，他就是直播的时候就是说谁能喝得下这个火锅汤，他就给人家钱。结果就是那些成都的本地人就上来就是面不改色的就喝完了，还把那个网红就是整个人都看傻了。对，就是这也是一种就是跨文化的这种幽默和互动的乐趣。你觉得就是外国朋友在挑战这个辣火锅的时候，他们那些夸张的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意外的影响？其实他们就是那种辣到不行的那种表情和动作，经常会变成网络上的热梗。比如说那个美国的那个网红，他不是辣的跳起来那个瞬间，就是被做成了各种表情包，然后那个视频也被剪辑成各种搞笑的2次创作，在国内外的社交平台上面都火了。对，所以大家其实是通过这个东西来交流不同的饮食文化。对，没错，就是一方面是国外的网友他们会通过这个来感受中国的火锅到底有多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国内的观众也会觉得很有趣味性啊，就是大家会有这种弹幕互动啊什么的，就会形成一种火锅的这种全球的狂欢。也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的新的形式。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外国朋友吃火锅时那些搞笑的、尴尬的，但是又很温馨的瞬间，也见证了他们从不知所措到最后慢慢的爱上这一锅热辣。其实这些故事也正说明了美食是没有国界的，大家享受的是那种分享的快乐和那种探索的快乐。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一起聊更多有趣的美食故事，拜拜，拜拜。